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？我把我的婆婆借你，让你每天社死好几回，肯定能治好。我婆婆快走了，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，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，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，于是我们就去了。到了开光这地方，流程是这样的：开光本身不要钱，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，手串挺贵，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。温迪坚决不买手串，直勾的就去开光，裸开。我说我给他买，他也不买。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，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，到他这儿了，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。温迪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一枚，二话没说将孙子高举起来，把张拿铁当场开了，当场开了。我说温迪，你给我整老尴尬了。他说开光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，没人说一定买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，有问题吗？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，倒也是个串。然后我们前两天在阳朔坐船，码头买票的时候，温迪就问我咋收费，我说成人全票1.2米到1.5米，儿童票半价。结果上船的时候，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，我都过去了，温迪咔嚓把我薅回来，大声喧哗。张彩玲，你应该买半价票，你只有1.48米。所有人都看我呀，我说温迪你别吵吵了，我就愿意多花那60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温迪说，哎呀妈，你钱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？不光坐船，回民宿还被举报了。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，温迪一天游6遍，这倒也没毛病。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，每个楼都有自己的院，每个院都有自己泳池。然后那天下午，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。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，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。老板就问我说，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3外国女的？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我说听这个作案方式，我知道是哪个，我去给他逮回来。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，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，就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，就看人家的好。我婆婆说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。我说温迪，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，你这么白特别容易晒出晒斑，赶紧涂一点我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。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，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，肤感特别好，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。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，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，他也很心动啊，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多少钱？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。温迪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？查护照啊？我说不查，谁骗这事儿啊？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，就是这一幕。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，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，说温迪你是4月份生日。温迪说啊，我今年过阴历。我说温迪你咋还知道阴历呢？温迪说我才明白，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，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。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，幸亏他要走了，他如果不走，为了占便宜，他得天天过阴历。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，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，那都得阴阳两隔的，阴阳两隔的。走了，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，说回家还能长，再过阴历的时候啊，抱过来再涮。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，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，把根留住。笔直呢？刚在澳大教地的普通话。那条脚丫子呢？脸蛋子呢？那条大长腿呢？笔直呢？下壳呢？棱盖呢？腰部干呢？屁股蛋子呢？屁股蛋子呢？大屁股呢？大屁股呢？那条耳朵呢？耳朵呢？拿铁的普通话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女儿教她的汉语咋样吗？就这么说吧，把伦敦东区的青少儿全带偏了。你们还记得是我第一次抱脚打灰铁岭的故事吗？那阵儿他还不会说话，但是他能听懂一些汉语了。就他躺在那儿，我就会跟他说，我说脚打额头呢，他就指额头；我说鼻子呢，他就指鼻子；我说下巴呢，他就指下巴。然后我抱他灰铁岭的时候，我家人还来问我说，你家孩子汉语咋样啊？就能听懂吗？无关啥的。我说差不多，你们试试呗。然后可怜的脚打往那一躺，我二姨就过来了。咋要打？告诉二姨姥，本儿了呢，本儿了呢。马上我姥爷也过来了。咋儿？告诉老姨姥，鼻子呢，鼻子呢。最后作为压轴出场的我姥也过来了。告诉太，下壳呢，下壳呢。我女儿躺在那里听疯了。我本来还愁她爬得不好，就抓地无力。结果那天挠漏一床凉席，对岸的人离远看，以为哪个瞎爬的疯了呢。后来随着我女儿慢慢长大呢，她这个口音还在普通话和东北话之间就来回混淆。但是在东北吧，说这个普通话特别容易挨欺负。有一次她说我不穿秋裤，因为我不冷。我奶说你正经说话，不穿衬裤拔回棱盖，拔大发劲的老妖精来找你，到老了都作病。你关蛋使不上劲上炕沿你都秃噜扣，还得别人周你。我女儿一句话也没听懂，基本是。但是对于她来讲呢，就这个故事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她听起来很可怕。后来随着这个时光的流逝，我女儿已经彻底被带跑偏了。后来在英国上学前班的时候，他们班老师还问我的这个 nose 的汉语怎么说，我女儿说鼻子。现在他们学校对汉语感兴趣的这几个小朋友都管这个叫鼻子。我家拿铁那就更不用说了，直接就在铁岭长大嘛。就口音这个问题，它属于就是姥姥生了仨闺女，根本没救。但是口音这个事儿我不担心，就任其发展吧。他将来长大一口东北味儿挺好。
现在我担心啥，就 bug 我的一点是啥呢？就我妈老在抖音上晒拿铁，这个本来我没意见，但她前2天差点被抖音封号，还来跟我说你们来帮我看看咋回事，我就发一个视频被删，发一个视频被删，抖音怎么就这么不喜欢我呢？然后我去看她被删的视频，全是拿铁裸照，就没有一个画面是稍微遮上一点就朦胧一点的，就是非常大胆。但是咱们妈妈他们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是她完全没往这样想，特别执着，删完还发，删完还发，差点被封号嘛。我估计抖音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也在想，就可能他家脱衣服有传统，雪儿家族嘛，就是家风就是不穿衣服，不穿衣服。我就跟我妈说，咱下次给孩子录视频的时候，咱说不整套抱新鸟，咋的也可以套个纸尿裤嘛。而且现在纸尿裤不闷，主要太美观了。拿铁已经是邦宝适大东北华语区独家代言，就冲这个呢，每出的一款不都得安排上，就冲邦宝适亲亲包这个颜值，团子表情包联名款，拿铁穿着它谁都夸可爱。现在天气冷了，宝宝穿的多，露出的地方倒没事儿，捂着的小屁屁和夏天一样容易闷热，容易红。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或者出去尿完了换的不及时，裹得沉甸甸的，这个时候就最容易闷屁屁。这款给倒上满满一大杯水，套上熨斗，蒸汽还是哗哗往外冒，不怕孩子尿完被捂。吸完水之后那个透气性也是属于就是 YYDS 吧。而且它轻薄到能塞进口香糖盒子，这么小的瓶还能往里塞口香糖，就这么薄这么软，孩子当然爱穿了。你看这么有排面，颜值大富翁，替身小巅峰，送人送的有排面，自己还用不踩坑。大胖媳妇5·1回了趟铁岭，把我家所有的老人都给孝敬疯了。但是我爷多年的阿兹海默症，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胖媳妇给治愈了。我爷这2年吧有点阿兹海默，然后最近吧还做了个支架手术。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5·1就回去看他。大胖媳妇静静地坐在我爷旁边，良思许久，问了一句：爷，你整个鸡架，整个鸡架。我爷也想了许久，说熟食我就爱吃猪蹄子，我啥时候要过鸡架？我就发现这个世上他没有大胖媳妇对不上的驴唇和马嘴。爷，你本来就高血压，还猪蹄子，那玩意儿越猪蹄子越鸡架，越鸡架。然后啊，我奶家就老用那种旧的内胆都已经完全刷掉漆了那种老电饭锅。大胖媳妇就说用这个就是吃毒，我奶就是不扔。几年前大胖媳妇一气之下就把他这老电饭锅给做约巴了，就以为做约巴了老太太肯定就换了呗。结果这回回去发现根本没换，还搁那用呢。家里吧明明有新的，我奶说那新电饭锅是在药房买药2000积分换的呢，那不能用。大胖媳妇说你要继续用这个内胆，你药房积分马上就能过万。然后这次回铁岭，大胖媳妇又一个假装没走稳，咵嚓2座电饭锅，我爷搁那迷糊的。孙女的对象找的腿脚不利索，怎么净往电饭锅里做呢？然后这电饭锅呢，它劣质的很声东击西啊。被大胖媳妇做完之后，有毒的内胆一点没飘，插电的插口飘了，虚连插一会儿就掉，插一会儿就掉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奶只要一焖饭呢，就让我爷坐电饭锅旁边怼着。我爷呢，一手拿个收音机听2人转，一手扶着那插头慢摇，没事就怼一下子。看那个韩来说啊。大胖媳妇一进屋，咱爷是2人转 DJ 呀，2人转 DJ 呀。折磨完我爷我奶，又轮到我妈了。我妈在家摆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一个迷你仿真生态园，你一摁呢还带喷泉的往出喷水，然后这里吧全是小巧思，就这个水边呢它做个小和尚，小和尚的脚边呢还4只小王八，水一喷呢就这些玩意儿就全变色了，从灰色就变成了绿色，就是特别酷炫。但是呢这2天的生态园坏了，这水喷不出来了。我妈说那就拉倒吧，大胖媳妇孝心就上来了，就一定给我妈修。她把通水管还真修好了，现在喷泉能喷出来水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差在了哪个环节，劲儿不够，就能浇着一半。现在绿的只有小和尚的屁股和2王八的脑袋，像中毒了似的。一看修掉链子了，第2天去菜市场还问人家，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小王八？我给我妈补几只活的。人家说俺这儿只有甲鱼。大胖媳妇说，人我说我要真龟，你告诉我你有甲鱼，咋寻思呢？我说你拉倒吧，正好要到母亲节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要去旅游，你就说这神鞋是你送的，这牌子好多年了，我妈肯定知道。我妈收鞋之后呢，果然非常喜欢。其实吧，老人年纪大了脚会变形，普通的鞋容易磨脚，足力健呢是他们自生产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专为老人设计，轻便透气还耐磨，所以更舒服。我们看我爷这个情况吧，都觉得这很难好转了，就基本心里放弃了。但大胖媳妇就发现我爷吧，他现在有点抑郁，但如果你跟他聊年轻时候事儿呢，他眼睛放光，就刺激我爷，问我爷，爷呀，你除了当 DJ， 年轻时候都怎么招小姑娘喜欢的？我爷一笑说，我会拉2胡。大胖媳妇，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爷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倜傥，咔把2胡从床底下拎出来就开始练，那练一整天呢。但练一会儿自己就忘了。哎，我为啥要拉2胡？我奶不是叫杨淑琴吗？大胖媳妇就逗我爷，当年小曲儿给谁拉的？哪位姑娘？爷，我爷说给赵玉兰。大胖媳妇没个大心，问我奶说你呢，赵玉兰。我奶急眼了，你叫赵玉兰。大胖媳妇，我叫穆赫兰，杰米穆赫兰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前女友啊，前女友啊。